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4.49，收盘价是256.61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7.97，最低价是在252.9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8675.13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2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反弹的横盘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在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遇到了压力，在下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。然后最后收盘价在当日的高位，那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并且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唯一不足的是当日的成交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的反弹呢，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48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54附近。实际在12月26日，收盘价是在256.61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，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是有差别的，但是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不超过前高。并且呢，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2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0。那么260相对于目前的股价的位置来说，这是前高。站上它就是继续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继续出现头高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说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在与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57附近。那从257一直到260这个区间呢，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如果260被突破，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69，是要重新站上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再向上第三个目标就是279，当然再向上就是300关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我们再来补充说明一下，目前股价又再次接近到这条下行的趋势线。那么我们关注一下，看看这次反弹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如果不能够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，
那我们认为股价在这个位置啊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来看下行。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2月20日这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7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跌破这个位置啊，将会确认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那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看到20日均线值啊，也是到达了这个位置。在12月27日，我们测算，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246附近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28。那跌破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要确认空头趋势，就是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94，在到达194之前，还有一个中间目标是206。所以股价下行的4个目标分别是247、228、206和194。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说明。我们再来看在12月27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的位置是1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51附近。那么在12月26日盘中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所以是收在高处。那对于12月27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3附近，实际上也是这个小绿 K 线的最低，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一个中线。对，那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出现向上的突破，或者至少是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53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，甚至是跌破这个247，也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3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4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39.5附近。在12月26日之前，我们给出12月26日我们守停利的位置是在253。然后止损的位置是在247。对，也就是守20日均线值。那么在12月26日啊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向上的继续反弹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这个仓位一直持有到现在，那么到现在应该是不会被停利出场或者被止损出场的。那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，之前我们曾经给到有2个位置是在12月20日和12月22日都跌破了我们在技术上给出的一个停利的位置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跟踪这个仓位呢？因为它还没有被止损出场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停利出场的，一直是持有这个仓位的。那在这个位置也没有被停利出场呢，它依然是持有这个仓位的。所以我们会一直跟踪这个仓位，直到最后股价出现反转向下，跌破了我们所设定的止损的位置，我们才会停止跟进这个仓位。好，那么之前如果已经停利出场了，到12月26日股价出现了反弹，那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再次进场的。
原来持有的一直持仓没有出场的，也就是依然持有45%仓位的多头仓位的，在这个位置也是不可以加仓的。我们指的是技术上，因为出现反弹，然后呢没有成交量的跟进，股价是非常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也不可以进场的。那这样的一个45%的多头仓位呢，会继续持有。那到了12月27日，我们继续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在252。对，我们守5日均线值，这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然后呢，止损的位置我们给的是246，我们守20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仓位的一个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我们说在12月27日开盘之后就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因为我们目前依然认为这条趋势线是一个强压力。当然如果出现一个高开或者跳空的高开盘呢，这个位置是很容易成为支撑的，然后再有多头力量介入，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出现突破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那么开盘机会有空头，那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60，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出现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呢，可能会冲破这个空头的这个压力，对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一个上攻的一个表现，对。那么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包括上方，我们再给出上方269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47和228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一个压力区间，从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在257附近，一直到上方的260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9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7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我们把它和10日均线值合并，5日均线值是从252，在这个位置，到254之间是在这个区域，10日均线值是从251到252，所以我们把它合并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251到254之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247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46，这是第二个支撑区间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愿意给出是这个缺口是在241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6，也就是在20日均线值会遇到一个支撑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8附近。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4的。
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那如果不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4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262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还没有，我们把条件再补充说一下，它的条件就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4的，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